2023最新印尼恐怖电影《Perempuan Berguna》惊悚来袭，又名红衣女鬼，据说90%的观众都不敢二刷，全片高能不断，极度刺激重口，强烈建议艾特你的傻大胆男友一同观看。影片开始不是高能，两个妹子打扮的美美的，刚准备出去嗨，好友却突然上门说夜店的酒水太贵，打算先在小红家里喝过瘾了再去嗨。酒过3巡，所有人都喝得忘乎所以，小美却扛不住了，跑到卫生间里狂吐不止。可俗话说酒壮怂人胆，卷毛悄悄跟了进来，二话不说就要霸王硬上弓。惊醒过来的小美使出全力将其推倒，然后匆忙地跑出卫生间，大声呼喊闺蜜小红的名字，可喊了几声也没见回应，想着这里就是小红的家，也不管她在哪里着急忙慌地回了家。第二天一早，小红的母亲回来时，房间里凌乱不堪，还有些被打砸过的痕迹，可她找遍整个房间始终不见小红的人影，甚至还在卫生间里发现了一丝血迹。他急忙打电话给小美询问女儿的下落，可小美昨晚回家后就睡觉了，压根就没和小红联系。转眼时间来到1个月后，小红的寻人启事都该换新了，却依旧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红妈担心女儿遭遇了不测，便拿着照片找到了一个神婆，希望从对方口中得到一些线索。神婆接过照片，一把火将其烧成灰烬，然后就开始做法，没一会儿便大惊失色地对红妈说：红妈瞬间泪如雨下。另一边，小美忽然接到了红妈的电话，说有事情让她来家里一趟。可等她赶来时，却发现红妈正在祭拜小红。她急忙询问红妈这是在干什么。小红只不过是失踪了而已。谁知红妈却拿着把刀询问她女儿的尸体到底在哪里。小红只得再次解释，那天自己喝得烂醉如泥后就回家了，后来发生了什么真的不知道。红妈被气得直接转身走向卧室。没一会儿，小美就听到里面有奇怪的动静传出。她打开门一看，红妈正拿着刀念叨着什么，好像还提到了包括小美在内的在这里喝酒的几人的名字。见小美进来，红妈拿着刀指着她大吼Gak mungkin kalian tidak tahu di mana saya berada. Aku janji aku akan cari Kara sampai ketemu. Ini semua gara-gara kalian. Bangsat! 小美被吓得匆忙离开，可路上恰巧又遇到了那个神婆。神婆问她旁边的朋友是不是病了，小美一脸懵逼的说：“我身边哪有人？”还下意识的看向对面的玻璃，明明就是自己一人啊！她还以为神婆是在故弄玄虚，便没有再搭理。可她刚离开，玻璃上就映出了一个女人的影子。接下来，全片最高能的时刻到了。这天，卷毛又喝得烂醉回到家，等电梯时，身后好像传来了什么奇怪的动静。恰巧此时电梯来到，他便没当回事的上了电梯。殊不知电梯关门时，走廊里分明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卷毛要去的是9楼，可电梯却在4楼自动打开。这时，卷毛也注意到了那个可怕的人影，或者也可以说是鬼影。他急忙关闭电梯，可接下来电梯每上1层都会自动打开1次，而那个鬼影也越来越近。就在他要冲进来的时候，卷毛及时关上了电梯，他被吓得直哆嗦，祈祷电梯不要再停了。好在7楼真的没停，可下一秒电梯的墙面上隐约又出现了一个影子。电梯里出现了一个女鬼，卷毛被吓得夺门而逃，可女鬼却抓住了他的脚踝，他拼命的挣扎，可显然女鬼的力气更大，哪怕只有头还露在外面，卷毛也不肯放弃，结果就被电梯门卡住了脑袋。另一边的小美也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猛地从噩梦中惊醒，眼看天要亮了，索性也不睡了。她来到卫生间里方便，结果发现浴室里有人在洗澡，她还以为是弟弟，随口说道 Tumben kamu udah mandi jam segini, Ri? 可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弟弟的声音 Ada mau mandi. Anda aku telat. 送弟弟去上学后，小美坐在公交车上，忽然从群里看到了一段视频，正是卷毛惨死电梯的监控。视频中只有卷毛一人，场面十分的诡异。可小美却谨慎地发现，卷毛遇害时电梯外面好像站着一个人影，于是她决定找人帮忙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小红的男友小帅无疑是最佳人选。小红失踪后，她也一直在寻找，可出事那晚她正和小红闹别扭，根本不在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到现在她都坚信小红还活着。小美本来也是如此，直到看到视频里的红衣人影，她才开始觉得小红可能真的遇害了。随后两人来到了卷毛的葬礼，当晚在场的几人也都来了。小美将视频拿给他们看，可众人都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大波浪还表示，就算真的有，也不能说明红衣女就是小红，坚信小红应该只是失踪了，或许是因为和小帅闹矛盾离家出走了。几人只顾着说事情，完全没有注意到一旁神色慌张的大胡子。这时大波浪的男友强哥不耐烦了，他压根不关心小红的死活，反正跟自己没关系，然后转身就离开了。可回去的路上，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大波浪正因小红的事情和强哥争吵，忽然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两人立马下车查看，就连车底也没放过，可周围却什么都没发现。忽然强哥看到远处有个红衣鬼影慢慢站了起来，紧接着朝他冲了过来，他急忙跑回车里，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期间还询问大波浪有没有看到那个鬼影。大波浪回复看到了，可下一秒强哥的手机就响了，正是大波浪打来的。接听后就质问他为什么不带上自己一个人跑掉了。强哥瞬间脊背发凉，那刚才回复自己的是谁？一脚刹车，然后看向副驾。解决完强哥后，女鬼的下一个目标轮到小美了。刚巧被她的弟弟撞见，小家伙长这么大才第一次见鬼，说怕吧他还敢和女鬼对视，说不怕吧他还知道跑。就在他跑到一个拐角，女鬼也不见了的时候，小美出来了，他急忙跑过去将小美一并推入房内，甚至还反锁了房门。可再一回头，
小美终于被吵醒，原来刚才的小美是女鬼制造的幻想，她赶紧跑步去查看，可这时门却被敲响。弟弟还想阻止小美开门，最终好奇心还是战胜了恐惧。好在来人只是大波浪。在得知强哥的事情后，小美感觉不能继续坐以待毙，于是就叫上小帅，三人一起找到神婆。神婆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拿出一个卷轴，上面记录了红衣女鬼的传说。相传凡是穿红衣自杀者，死后会化为厉鬼报仇。难道小红是自杀？可她为什么要乱杀人？为了解开疑团，神婆决定招魂解怨，主体必然是和小红最亲近的小美。随着一阵咒语过后，房内的灯光瞬间熄灭，而小美也仿佛看到了小红。只见她生前貌似受到了侵犯，一直在挣扎求助，下一秒被附体的神婆却出现了。大波浪见状撒丫子逃跑，可却直接被扑倒在地，女鬼直接掰断他的脚腕，然后拿着玻璃碴子狂刺他的后背。关键时刻，小美上前救助，可下一秒女鬼又出现在他的头顶，一下就扑在了他身上。挣扎中，两人同时倒地。神婆好像暂时恢复了意识，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答案在最开始的地方，接着就又被附身将小美扑在身下。最后小帅终于出手，被激怒的女鬼转头扑向他，结果小帅凭借灵活的技巧，直接将被附身的神婆推下了楼。这个受伤严重的女人躺在病床上，忽然接到了死去好友的电话，她被吓得手机都掉到了地上，紧接着电灯闪烁，身下的病床竟自动开始折叠。小红的鬼魂终于出现，直接将病床折叠了180度，大波浪当场饮恨西北。就在不久前，小美等人将被女鬼附身的神婆推下了楼，神婆死了，女鬼也暂时被击退，大波浪被紧急送去医院。侥幸逃过一劫的小美和小帅根据神婆最后的指示找到了小红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恶臭，来到卧室一看，原来红妈为了让女儿安息，不惜穿着红衣上吊自杀，为的就是化为厉鬼纠缠小美等人，逼迫他们查明女儿的死因。小美被吓得瘫坐在地上，但很快又振作了起来，将红妈的尸体火化，然后将骨灰装入特制的桃木盒。本以为这样压制住红妈的冤魂，事情就可以结束。两人回去的途中，小美再次回忆了一遍当晚的事情，结合神婆招魂时闪现出的小红求助画面，她依稀想起当晚离开时好像听到了小红的求助声，而招魂时看到的画面好像是大胡子在侵犯小红。她将事情告诉了小帅，小帅崩溃不已，于是决定亲自找到大胡子为女友报仇。可人还没找到，大波浪就遇害了。小美这边也同样遭遇了女鬼的骚扰，她这才意识到红衣女鬼不止一个，小红应该也化为了厉鬼，看来必须找到小红的尸体才行。她急忙打电话给小帅，说还是要找到小红的尸体才能化解此事。可小帅却坚持要找到大胡子为女友报仇。这时小美忽然听到了水管滴水的声音，脑海里立马想起红妈叫她去家里时听到住户向物业反映自来水有股臭味，她来不及等待小帅，就独自前往了小红家里。一进门就打开水龙头测验，可却没有出水。刚想找原因，水龙头就扑哧了几声，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结果她就从水龙头里扯出了一缕头发，她好像明白了什么，来到天台爬到水箱顶上，打开一看，果然发现了小红的尸体。刚巧这时小帅也赶来了，他急忙喊小帅上来帮忙，并且试着伸手去捞，却在小红的手里发现了写有小帅名字的项链，完全没有注意到小帅拿着个棒子来到了身后，结果就被一棒子给打进了水箱里。他挣扎着浮出水面，可小帅却直接盖上了水箱盖。这时水箱里的尸体缓缓转过身，小美也不受控制的往下沉。那一刻她好像看到了当晚发生的事情，原来当晚小美离开后，小红就被大胡子扛进了房间，而没过多久小帅便找来了。看到卧室里的大胡子后，他也明白发生了什么，接着在浴室里找到了小红。小红见状立马上前抱住他，希望他能帮自己，可他却一把推开小红，项链也就是那时候扯下的。然而小红的后脑勺却磕在了浴缸上，本来他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可小帅却冰冷的看着他咽了气。变态的是他又把尸体搬到了床上，等大胡子醒来看到小红的尸体，惊吓的同时不禁纳闷自己何时这么猛了。而此时小帅假装发现两人的奸情，象征性的打了大胡子几拳，还假装要报警。大胡子立马求饶，于是乎他就做起了老好人，以兄弟情谊帮助大胡子处理了尸体。而大胡子还傻乎乎的欠了个人情。了解了一切真相的小美在水箱里醒了过来，他大声喊着让小帅饶他一命，可小帅也不傻，自然不会那么做。恰巧此时大胡子赶了过来，原来他是良心发现了，得知小红是被小帅杀死之后，两人就扭打了起来。可听着水箱里小美的求救声，他还是决定先救人，结果一个不注意就被小帅推下楼梯摔死了。就在他准备把尸体也扔进水箱里的时候，水箱忽然爆开，甚至直接侧翻，而小美也从里面慢慢爬了出来，不知是人是鬼还是被附身了，身体极其夸张的扭动着，把小帅直接给吓蒙圈了。反应过来后，他急忙起身逃跑，可却在楼道里又碰见了另一个小美。就在他进退两难时，小美直接来了一个关门杀。接着他将小帅扔回天台，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步伐缓缓走向他。小帅简直快要被吓尿，不停地往后退，而小美则从地上捡起一把匕首，直接插入了他的胸部，不过应该是没刺中心脏。小帅这个老六竟趁其不备拔出匕首反插了小美一刀，小美瞬间恢复了意识，疼得躺在地上无法动弹。就在小帅要杀死他的时候，小红的尸体又从水箱里爬了出来，从背后缓缓抱住小帅，接着两人比翼双飞，场面极度浪漫。最后两人双双坠楼而亡。就这样，小红的大仇终于的报。小美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可短时间内身边的朋友接连死去，想必一定会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